施主切莫灰心，武学之道不可急躁，且慢慢来。相信最近很多玩家听到这句话，应该会感到非常的不悦，甚至想要摔手把。大家好，我是 Somi，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烟云16声最近讨论度很高的活动——太平五木流派试炼。目前活动大约剩下9天，预计会在2026年的1月9号结束。那我会先快速带大家看过活动机制与必拿奖励，而接下来的重点则是放在我自己使用的明金红流派，分享我是如何靠这套配置成功打完9关，并且全3星过关的心得。我们快速看一下规则，流派试炼总共分为9章，难度会随着关卡逐渐提高。我自己的体感经验是，大约第6关开始，敌人的强度就会有比较明显的成长，大家打到这边的时候要留意一下。至于大家比较担心的次数问题，其实很简单，挑战次数只有在第一次打隐星关卡时会扣除。如果你挑战失败或者重复打已经过关的关卡，通通都不会扣除次数，大家可以放心的尝试。而这个活动对我们玩家来说，核心目标就是为了获取心法心得。我强烈建议大家把同一个流派的9关全部打完，因为从第5关开始才会掉落金色的心法心得，前4关则是以紫色的为主。此外，当你集满特定数量的星数，还能领取心法心得箱，这对提升机体非常重要。接下来我就直接分享这次达成全3星的装备、心法以及骑术选择等核心内容。我的角色战力是17284，我玩的是无名剑法跟击举9剑，我玩的不是无名枪，主要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剑这个武器。心法携带的是无名心法4重、易水歌4重、威猛歌3重、剑气纵横2重。骑术选择这边就很重要了，主要是明金红的试炼状况，厂商会有一个佛像，每隔20秒会释放出不可泄视的气团，随机攻击任何目标。这个东西你如果本身角色的蓝条已消耗完毕，被气团打到会被直接定身。骑术需要带的有骑龙回马、凌云踏、无相金身、百鬼打血手、太极、金玉手、阴阳明中部。以儿之名这个骑术我原本有带，但后来金元不够没用到，你们可以换成自己要的骑术。这边稍微带过，等等实战的时候再说明为什么要带。装备我是带异象跟玉斗，异象套装一定要带，主要是能延长2秒的护盾时间，可以靠无名剑法的武学技来抵御佛像的气团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不然你会一直被佛像定身。我们后面用实战的画面去说明，流派试炼每一关会给你一定的挑战时间，但大家要注意，想达成3星，剩余的时间必须维持在3分钟以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实际上只有3到4分钟的时间可以进行输出，节奏非常紧凑。为了进一步提升战斗效率，我们会使用到天宫毒来增加输出速度。这里分享一个很方便的小技巧，大家可以先到设定游戏分页中，将天宫开悟道具辅助使用这个选项开启。这样一来，当你进入试炼时，系统就会自动帮你荼毒，不需要再手动操作。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，打完试炼后记得要把它关闭，否则在大世界探索打小怪时，也会一直自动消耗你的天宫物品。那我们在挑战时，前1到5关的难度会比较简单，比较需要注意的是第3关，它是以2只 BOSS 的模式来进行。如果你平常是使用辅助械士的玩家，你可能需要去熟悉一下无相皇的攻击模式，它这边是有2条命的状态。其他4关主要都是处理杂鱼的部分偏多。那我们直接跳到第6关，第6关会有3个波次，第1波是天虎军杂鱼，第2波是天虎军小 BOSS。第3波是大 BOSS 叶万山，叶万山他也是有2条命。我这边是打到第9关后卡关，才很认真的去研究佛像的气团机制，所以我前面的关卡几乎都没有妥善利用无名剑法的武学技。这里会建议扣一下无名剑法的武学技，等中间系统提示佛像要准备攻击的字体消失，马上使用3段的武学技来让自己套盾。只要你有真气护盾，那个佛像的攻击基本上对你的影响不大。佛像的气团基本上完美闪避的作用也不大，因为后续的气团是锁定制的。但如果真的没招又不想被定身，还是只能闪。我们除了用武学技套自己盾，也还有其他几种可以处理佛像攻击。第一种是无相金身，能稍微增加一点自己的气量，算是没招开来硬扛的。只要你的蓝条没有见底，就不会被定身。但不是最好的应对方式，算是增加容错率。第二种是处决怪物或反击红光。
如果气团在攻击你的时候，你刚好有机会抓到这些时机点，可以让角色进入无敌状态，闪过气团。但说实在，除了处决怪物可以故意丢在那边不处决，红光的部分有点偏运气。第3种是使用金玉手，金玉手在施放的时候会有一个很短暂的无敌时间，不过很吃使用者的操作，如果放太早会失败。第4种是百鬼打血手，跟金玉手的道理一样，只是它的持续时间比较长，缺点是没办法对 BOSS 使用。第5种是开阴阳迷中部去闪避气团，但它后续的气团是锁定制的，等于佛像丢了3个气团要打你，你要闪避3次，这也是不得已的状况下使用。最优的办法是使用无名剑法的真气护盾去扛气团。第7关是2波杂鱼后面对2只 BOSS， 无言跟猪血古乐。这边就没什么好讲的，遇到骑兵使用凌云踏，遇到盾兵使用太极，主要要注意佛像的气团，使用前面所说的方式去应对。第8关也是打完杂鱼直接打 BOSS 千叶，要注意的跟刚刚讲的一样，我就直接跳过了。接下来是最难的第9关，大部分玩家应该都跟我一样，可能从第7关开始战力不足就没办法激活明金攻击20%的这个效果。少了这个伤害加成，要面对佛像气团，又要面对等级超高的敌人，同时还要跟时间赛跑，实在是很艰难的一关。这关最后的 BOSS 是龙渊，比较建议靠谢氏去打光他的蓝条，再来暴力输出。主要是龙渊有一个格挡技能，打到他多次会出无法谢氏的攻击，但我本身没打过多少次龙渊，整场失误吃伤等等蛮多的，单纯给大家参考。这次影片就到这了，接下来我会放上第9关的完整实战过程。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记得帮我点赞、订阅，并加入我的 Discord 频道，一起来交流。祝大家都能顺利过关拿3星。我是 Somi， 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